你以为正义牌是在告诉你，事情一定会有公平的结果吗？其实不是。正义牌真正要告诉你的是，人生很多时候不是没有人替你主持公道，而是你必须先看清楚现在的结果究竟是谁的选择造成的。你手上的这把剑是要切开真相，还是拿来替自己找借口？你面前的这座天秤是要衡量是非，还是只想证明自己没有错？在韦特塔罗牌里，正义坐在两根柱子之间，身穿红色长袍，头戴冠冕，一手拿着剑，一手拿着天秤。他不是站着冲出去审判别人，也不是激动地替谁伸冤，而是安静地坐在那里。这个姿势非常关键，因为真正的正义不是情绪化的反击，不是谁声音大谁就有理，也不是谁比较委屈谁就一定正确。真正的正义需要冷静，需要判断，需要证据，也需要承担。他右手高举的剑是一把直立的剑，剑代表理性、判断、切割与真相。它不是弯的，表示事情不能一直模糊下去，它是直的，代表做人做事必须有原则。很多人遇到问题时最容易陷入两种状态，一种是太心软，明明知道对方越界了，却一直说服自己再忍一下；另一种是太愤怒，明明事情还没厘清，就急着判对方有罪。正义牌提醒你，剑不是用来乱砍人的，而是用来切开混乱的。你要问自己，这件事真正的事实是什么？我的责任在哪里？对方的责任在哪里？哪些话是证据？哪些只是猜测？哪些是我真的受伤？哪些只是我不愿意面对的面子？他左手拿着天秤，天秤代表平衡、因果、交换与公平。人生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不公平，可是正义牌会把你拉回一个更深的问题，你现在得到的结果是否来自过去的选择？你在人际关系里付出太多，却没有立界限，最后觉得别人不珍惜你。你在工作上一直忍耐不说，最后被分配更多责任，才觉得公司不公平。你在感情里明知道对方没有承诺，却一直幻想对方会改变，最后受伤时才问为什么命运这样对你。正义牌不是责怪你，而是提醒你，公平不是只看当下的委屈，也要看之前的选择。所以这张牌最核心的主题就是选择必有结果，真相必须承担。这也是正义牌最像人生因果法则的地方。因果不是迷信式的报应，不是你今天骂人明天就跌倒，也不是坏人一定立刻受到惩罚。因果更像是一套精密的天秤，你每一次逃避，每一次妥协，每一次不说清楚，每一次明知不对却继续做，都会慢慢放到天秤的一边。等到重量累积到某一天，事情自然会倾斜。你以为那是突然爆发，其实那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累积的结果。如果你最近抽到正义牌，先不要急着问到底谁对谁错，你更应该问这件事里我有没有看见完整的真相。因为正义牌最怕的不是坏人，而是偏见。当你只看见自己受伤的部分，你会觉得全世界都欠你；当你只看见对方犯错的部分，你会忘记自己曾经也默许过某些状况；当你只看见结果不如你意，你会忽略过程中你其实有很多次可以做出不同选择。在感情里，正义牌出现常常代表关系需要重新对等，不是谁比较爱谁就要一直退让，也不是谁比较强势谁就可以决定一切。你要看的是这段关系里付出与承诺是否平衡，说出口的话是否算数，两个人是否都愿意面对责任。如果你一直在等对方给你一个答案，正义牌会提醒你，不要只听甜言蜜语，要看对方的行动是否一致。如果对方说爱你，却从来不愿意承担；如果对方说会改，却一次又一次重复同样的伤害；如果你说想离开，却每一次都因为心软又回去，那么这张牌不是叫你立刻分手，而是叫你诚实面对这段关系真正的规则是什么，你接受了什么，你又害怕承担什么决定。在事业里，正义牌出现代表制度、合约、责任与评估。这时候不要只靠感觉做事，文件要看清楚，条件要说明白，权利义务要写下来。很多职场纠纷
不是因为一开始就有人要害你，而是因为大家都用模糊的期待合作。你以为对方懂你的意思，对方以为你可以接受，最后出事时才发现没有人讲清楚。正义牌提醒你，不要怕谈规则，真正稳定的合作不是靠人情撑住，而是靠清楚的界限维持。在金钱上，正义牌也提醒你要算清楚，借钱、投资、分润、合作、合伙都不能只靠感情。你不好意思谈钱，最后常常就是用感情付出代价。你觉得谈清楚很现实，可是不谈清楚才最容易伤感情。正义牌不是要你变得冷血，而是要你知道，清楚的规则是保护彼此，不是破坏关系。如果你遇到纠纷、官司、合约、申诉、调查，正义牌更是提醒你，一切回到证据。不要只用情绪陈述，不要只说我觉得、我以为、他应该知道。你要整理时间线，保存对话记录，厘清金流与承诺，把事情一件一件说清楚。正义牌的力量不是大声哭诉，而是让真相站得住脚。情绪可以让人同情你，但证据才能保护你。如果你现在正面临一个重要选择，正义牌会提醒你，不要只问我想不想要，还要问我能不能承担后果。很多人做选择时只想要好的那一面，不想面对代价。想自由，却不想承担孤单；想成功，却不想承担压力；想离开，却不想承担失去；想留下，却不想承担委屈。正义牌会把天秤放到你面前，让你看见每一个选择都有重量。成熟不是选到一个完全没有代价的答案，而是你知道代价是什么，仍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所以正义牌给你的建议非常实际。第一，不要急着判断，先厘清事实。你看到的可能只是片段，你听到的可能只是某一方的说法。事情越混乱，越要慢下来。第二，不要只要求别人公平，也要检查自己是否一致。你希望别人守承诺，那你自己有没有守承诺？你希望别人尊重界限，那你自己有没有清楚表达界限？你希望别人负责，那你自己有没有逃避责任？第三，所有重要的事都要留下记录。感情可以有温度，合作可以有信任，但关键承诺不能只靠记忆。说清楚，写清楚，确认清楚，这不是不信任，而是让未来少一点误会。第四，当你知道真相以后，就不要再假装不知道。有些人痛苦不是因为看不见答案，而是因为看见了还不敢做决定。正义牌会提醒你，逃避也是一种选择，而逃避同样会带来结果。正义牌最深的智慧，不是叫你变成审判别人的人，而是叫你成为能够面对真相的人。你不需要把自己包装成永远正确，也不需要把别人想成永远邪恶。人生很多问题，真正的出口不是争赢，而是厘清；不是报复，而是平衡；不是让所有人都满意，而是让你的选择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如果说命运是一座天秤，那么你每天说的话、做的事、忍下来的委屈、逃避掉的责任、勇敢承认的错误，都会被放上去。你可能一时看不见结果，但天秤一直都在。正义牌提醒你，人生不一定会立刻公平，但你不能因为世界不完美就放弃自己的原则。所以，如果你最近抽到正义牌，请你记住，真正的公平不是所有人都站在你这边，而是真相被看见，责任被承担，选择得到它应有的结果。你要拿起那把剑，切开混乱，也要看着那座天秤，衡量自己的心。当你愿意诚实面对事实，愿意为选择负责，你的人生就会慢慢回到正轨。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件让你觉得不公平的事？你觉得正义牌是在提醒你看清别人的责任，还是要你面对自己的选择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。也许你现在最需要的答案，不是谁替你判对错，而是你终于愿意看见真相。